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国府田纯先生所著的《读了200本健康书籍后，通过自身实验得出的最佳饮食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90%的健康书籍都否定的应该避免的5种食物；第二，90%的健康书籍都推荐的对健康有益的7种食物；第三，主食、肉类、鱼类和蔬菜的正确食用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90%的健康书籍都否定的应该避免的5种食物。作者是一位经营4家公司的企业家，由于长期沉迷于工作，曾经过着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完全不运动，暴饮暴食，吸烟，经常吃便利店便当和快餐，熬夜时靠罐装咖啡和能量饮料来补充糖分。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许多年，最终在36岁左右，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体力衰退，无法熬夜，左侧身体经常麻木，容易感冒，夜间失眠等，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随着身体和精神的崩溃，他的公司业绩也停滞不前。作者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是开始研究关于健康饮食的知识，并阅读了200本相关的书籍。然而他发现，即使是医生写的书，也存在着完全相反的意见，这很是让他困惑。我到底应该相信哪一本呢？确实，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饮食法，比如1日1餐、16小时禁食法、素食、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等等。作者自身尝试了许多方法，但并未找到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共同答案。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巨大的个体差异。例如，遗传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们的遗传背景不同，体质、消化功能和代谢率等也各不相同。因此，某种饮食法对某些人有效，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人都会有效。此外，年龄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需要的卡路里和营养素不同，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营养需求也是不同的。性别也是影响饮食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男性和女性的基础代谢率、肌肉量和激素平衡也不同，所以同一种饮食法对两性可能会有着不同的效果。健康状态和病史也会影响饮食法的效果。糖尿病、高血压和过敏患者需要调整特定的饮食和营养素摄入，因此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对所有人都100%有效的饮食法。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本书要解答的问题。本书并不是要我们固执地相信一种方法论，而是让我们了解各种主张的正反意见，并能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例如，某种食材既有支持的观点，也有反对的意见，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信息，从而定制出适合自己的饮食方法。作者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明确正确答案，那当然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但现实并非如此。我们必须要通过自己去判断，哪种方法适合自己，哪种不适合自己。比如，对于主食、肉类、鱼类、蔬菜和酒类等，每个话题都会有正反两面的观点。书中会总结出一个最适合大家的解决方案。我们要牢记的一点是，我们的身体是由每天的饮食所构成的。考虑到这一点，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感、提升人生满意度和工作表现，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生活的核心。然而，我们很少有机会详细学习关于饮食的知识。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饮食往往会被我们所忽视。比如，许多人为了节省时间，随便解决一顿饭，或者每天吃便利店充满添加剂的便当。疲劳时靠喝咖啡和能量饮料摄取过多的咖啡因，吃很多甜食来补充糖分。尽管在工作上非常认真严谨，但在饮食上却如此马虎，这是作者指出的现象。作者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对健康饮食产生兴趣，
从大量的信息中筛选出真正有用的内容，高效地传递给大家。这也是本书的宗旨。在这里，让我先来介绍一下90%的健康书籍都否定的应该避免的5种食物。首先是第一种食物：添加剂和人工甜味剂。近年来，关于添加剂会有害健康或者添加剂具有致癌性的资讯已经被广泛传播，因此很多人开始注意避免摄取添加剂。不过，添加剂几乎存在于便利店、超市、餐厅等所有提供的食品中。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摄取添加剂确实很困难。实际上，作者曾经彻底调查过便利店货架上的商品，结果发现不含添加剂的商品寥寥无几，只有水、香蕉、煮鸡蛋、2种饼干、部分蔬菜汁和哈根达斯冰淇淋等。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便利店出售的商品中都含有某种添加剂。此外，有些人下班后会到超市购买超市自制的熟食或者便当，认为这些手工制作的食品相对来说更健康。然而，当您查看这些食品的成分表时，就会惊讶地发现，依然存在着许多添加剂。即使是那些标注着手工制作或者新鲜的熟食和便当，也可能含有着大量的添加剂。当然，添加剂是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有些人认为不必过于神经质，但另一方面，添加剂的安全性主要是基于对动物的实验，实际上对人类的长期影响尚不完全明确。有些曾被认为安全的添加剂，后来被发现有害并被禁用。与其他物质共同摄取时的影响、长期摄取的效果等，目前都不甚明了。添加剂主要是人为制造的，用来延长保质期、美化外观以及提升味道等。作者认为，从健康角度出发，尽量避免摄取添加剂是更为明智的选择。我们自然不希望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所以如果可以避免，当然最好不要摄取。但要想完全避免添加剂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应该养成仔细查看食品成分表的习惯，尤其是要记住那些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添加剂的名称。看到这些成分就尽量避免购买。食品成分表通常会按成分含量的多少进行排列，添加剂会显示在后面。便利店售卖的便当里含有着大量的添加剂，而一些有机食品超市的便当则不含添加剂。虽然价格较高，但考虑到对健康的潜在危害，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这不仅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的投资，还能促使您在其他方面节省开支，将更多的预算用于饮食中去。所以，查看食品成分表并避开含有大量不明添加剂的食品是非常重要的。现如今，对添加剂敏感的人越来越多，市场上也出现了更多无添加的食品和相关的超市、网店。利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有效地减少添加剂的摄取。接下来，让我们简要谈一下人工甜味剂。现如今，市面上有许多标榜0卡路里、低糖分的健康饮品，如无糖苏打、减肥可乐等。这些饮品通过使用人工甜味剂来代替砂糖，从而降低卡路里和糖分的含量。常见的人工甜味剂包括3氯蔗糖、阿斯巴甜、糖精钠和安赛蜜等。这些物质被认为会削弱人体调节血糖水平的能力，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并且与癌症和各种疾病有较高的关联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的人认为糖的危害可能还小一些。人工甜味剂存在于许多食品中，尤其是儿童的零食，因此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相比之下，像甜菊糖、罗汉果糖和木糖醇等天然植物来源的甜味剂，虽然名字听起来像人工甜味剂，但相对安全得多。总体来说，应该尽量减少人工甜味剂的摄取量。当然，糖也被证实对人体的健康有害，因此无论是人工甜味剂还是糖，尽量避免食用过多的甜食才是明智之举。接下来是第2种食物——麸质。麸质主要存在于小麦等谷物中。作者调查了200本健康相关书籍，发现其中80%的书籍都认为麸质对人体的健康不利。近年来，
日本也逐渐增加了无麸质食品的供应，但在海外，无麸质饮食则更加普遍。麸质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麸质过敏或不耐受，大量摄入后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例如，麸质过敏症指的是对麸质的过敏反应，食用含麸质的食品会引发消化系统的不适症状，如腹痛、腹胀、腹泻和便秘，以及头痛、关节痛、皮疹和慢性疲劳等。通过去除麸质，这些症状通常都会有所改善。此外，麸质不耐症是指摄取麸质后出现的消化系统症状的情况，这也是因人而异的。避免麸质通常就能改善症状。如果您经常感到疲倦、身体不适、头痛、肩膀痛、关节痛，或者有湿疹、哮喘、花粉症等过敏症状，皮肤干燥、注意力不集中、易怒等，这些问题可能都与麸质有关。如果您正饱受这些症状的困扰，不妨尝试彻底去除饮食中的麸质，观察身体的反应。可以在2周内停止食用小麦粉，看看身体是否有所改善。如果感觉好转的话，说明您可能对麸质过敏。你也可以通过进行过敏测试来确认，作者自己也对麸质有轻微的过敏反应，因此他在饮食中会尽量避免麸质。接下来是第3种食物，油炸食品。大家估计都很喜欢吃炸鸡、炸猪排、天妇罗等油炸食品吧？然而很遗憾地告诉大家，节后最好少吃这些油炸食品。油炸食品需要进行高温烹饪，这会导致维生素和必需氨基酸的劣化，同时蛋白质和糖会结合生成促进人体衰老的 AGEs 这种物质。此外，在油炸过程中还会产生致癌物质，增加坏的胆固醇，进而恶化人体的肠道环境。更糟糕的是，在外出就餐时情况会更加严重。餐馆通常会使用质量较差的油，可能已经被氧化，食用这些油后会对健康产生更大的影响。油炸食品通常使用的油是所谓的沙拉油，这种油中富含 Omega-6 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已被广泛证实会引起人体的炎症，从而加速衰老。市面上售卖的油炸食品中还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相信大家对此已有所了解。一项对约11万名参与者进行了20年的大型长期研究表明，经常食用油炸食品的人，其因各种原因死亡的风险更高。因此，减少油炸食品的摄入频率是一个明智之举。接下来是第4种食物，加工食品。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被各种加工食品所包围。加工食品为了延长保存期限，使用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剂。这类食品的营养价值很低，也被称为空热量食品。研究表明，食用高度加工食品的人群死亡的风险更高。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即食食品、方便面、饼干、面包、薯片、香肠、冰淇淋等。这些食品价格便宜、方便且美味，具有很强的上瘾性，常常让人吃了一口就停不下来。尽管忙碌时我们会不自觉地依赖这些加工食品，但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吃的食物所构成的，因此我们应该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尽量避免摄入加工食品。另外，大家都知道，加工肉类如火腿、香肠、培根等，因为含有致癌物质，被几乎所有的健康书籍所否定。每天食用50克加工肉类会使患结肠癌的风险增加18%。尽管一些观点认为适量摄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更多的证据表明，完全避免加工肉类是更好的选择。因此，如果有其他选择，尽量选择非加工肉类。避免加工肉类的程度取决于个人选择，但鉴于其风险，尽量少吃加工肉类才是明智的做法。接下来是第5种食物，牛奶。牛奶几乎在所有的健康书籍中都被大家批评，有超过90%的健康书籍认为牛奶对人体有害，其理由包括牛奶中占87%的酪蛋白具有致癌性，同时还有会引起骨质疏松的饱和脂肪酸，以及会使血液粘稠等等。
然而，也有少数健康书籍认为，牛奶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有效获取动物蛋白质、钙和维生素的一种方式，而推荐它。其实每个人的体质都有所不同，有些人喝了牛奶会导致肠胃不适，因此首先要判断适合自己的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那些不适合喝牛奶的人来说，最好避免喝牛奶。即使是适合喝牛奶的人，也应该控制饮用的量。如果习惯于在咖啡中加牛奶，考虑换成豆浆或椰浆等更健康的饮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总的来说，把牛奶当作一种享受，偶尔喝一点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决定喝牛奶，建议选择品质好、生产过程中未使用激素和抗生素的牛奶，以减少潜在的健康风险。接下来是第二部分，90%的健康书籍都推荐的对健康有益的7种食物。首先是第一种食物，纳豆。纳豆被称为奇迹的食品，被各种健康书籍赞誉能治百病，几乎没有否定的意见。纳豆具有许多巨大的好处，比如调整肠道环境、抑制血糖上升、预防癌症、中风、心肌梗塞和糖尿病，还能增强骨骼的强度，改善过敏反应等等。然而，就像所有食物一样，作者并不推荐选择质量差的纳豆。质量差的纳豆可能是由于发酵时间不足、使用人工纳豆菌或转基因大豆等，因此需要注意选择。此外，有些纳豆的调味料和芥末可能添加了化学添加剂，建议选择质量好的酱油等调味品来搭配食用。例如，据作者称，他会在纳豆中加入酱油和煎鱼片，偶尔还加入亚麻籽油来同时摄取 Omega-3脂肪酸。纳豆的价格相对较低，这也是它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当想要调整饮食习惯但又预算有限时，纳豆应该是首选的食品之一。接下来是第二种食物，味噌汤。日本有一句谚语：宁愿付钱给味噌店，也不愿付钱给医生。自古以来，味噌就以其高效的健康效果而著称。实际上，味噌汤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脂肪、食物纤维、亚麻酸和异黄酮等丰富的营养素，而且这些营养素平衡地存在于其中。大家都知道，味噌是发酵食品的代表，其中富含益生菌，这些益生菌有助于调整肠道环境，促进消化吸收，提升人体的免疫力。此外，味噌汤还具有抗氧化作用，能够清除细胞中的活性氧，防止细胞的老化，对抑制老化、预防疾病非常有益。研究显示，味噌汤有助于抑制癌症、中风、心脏病、骨质疏松症、糖尿病和胆固醇增高等疾病的发生。尽管如此，也有一些负面意见认为，味噌汤里的含盐量较高，可能会增高人体的血压。不过，也有研究显示，味噌汤实际上是可以降低血压的。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不必过于担心盐分的问题。选择味噌时需要注意几个要点：确保不使用转基因大豆作为原料，不含添加剂和调味料，未经过过度加热，选择天然酿造的味噌。接下来是第三种食物，蘑菇。蘑菇是一种低热量、富含维生素和食物纤维的优秀食材，具有抗癌作用。经常食用蘑菇，据说可以降低患胃癌和大肠癌的风险，并有助于抑制癌细胞生长和增强免疫力。尽管有人担心食用过多的蘑菇会导致食物纤维摄入过量而引起消化不良，但现实中许多人都缺乏足够的食物纤维，因此不必过于担心。所以应该积极通过食用蘑菇等方式来补充食物纤维。接下来是第四种食物，海藻类。海带和海苔等海藻类食物在许多书籍中都收到了积极的评价。海藻类食物富含丰富的营养素，食用海藻类食物可以摄取有益肠道健康的水溶性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功能，预防便秘，并保持肌肤的美容效果。此外，水溶性纤维可以因水分而膨胀，帮助产生饱腹感，同时热量很低，有助于控制血糖和具有减重的效果。像海苔这样干燥的海藻，其营养价值也不会改变。
在之前介绍的味噌汤中加入少量的干燥海苔，不仅简单易行，而且可以同时摄取味噌和海藻的营养，使健康效果加倍。如果再加入之前介绍的蘑菇，那么这碗味噌汤简直完美无缺，可以说是一种完美食材的组合。接下来是第5种食物，优质的油。最近人们普遍认识到油对健康的重要性，甚至有很多专门讨论油的书籍。优质的油能够提升大脑的功能，有助于预防认知症，减少体内炎症，并改善过敏等问题，其健康效果可谓是多种多样。总结来说，作者推荐大家摄取富含高质量 Omega-3 脂肪酸的亚麻仁油等油，以及富含 Omega-9 脂肪酸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接下来是第6种食物，坚果类。坚果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珍贵的健康食品。坚果富含优质的脂肪和丰富的维生素 E， 摄入足够的优质脂肪对抗衰老至关重要，而维生素 E 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此外，坚果还富含多酚类物质，如蓝莓中的花青素、绿茶中的类黄酮、大豆中的异黄酮等，能够有效对抗活性氧化物。坚果可以促进全身血管的健康，有助于降低死亡率。坚果中还含有多种对大脑有益的营养素，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有助于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因此，作者强烈建议大家平时多摄取坚果类食物，尽量选择不添加油和食盐的原味烘烤坚果。坚果的皮层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在购买时应尽量选择带皮的坚果。尽管坚果对健康有益，但过量摄取也是不可取的。建议大家适量食用。接下来是第7种食物，可可含量超过70%的巧克力。尽管市售的大多数巧克力都含有大量糖分，因此我们先排除它们，建议选择可可含量在70%以上的巧克力。可可是巧克力的原料，富含多酚，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降低血压并减少 AGEs 的含量。当然，吃的过多是禁忌，建议大家适量食用。接下来是第3部分，主食、肉类、鱼类和蔬菜的正确食用方法。首先是主食的正确食用方法。关于大家喜欢吃的米饭和面包，据说超过一半的健康饮食相关书籍都持消极的看法，有些书甚至主张米饭和面包与糖一样不利于人体的健康。确实，这些食物里的糖分含量较高，可能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对健康有着负面的影响。尽管如此，仍然有人希望继续食用米饭和面包。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推荐选择玄米而不是白米。玄米保留了胚芽，含有维生素和食物纤维，比白米更具有营养。此外，将白米与杂粮、小麦、海带和寒天等混合食用也是推荐的做法。至于想要食用面包时，总结来说，建议选择全麦面包或黑麦面包，而不是精致的白面包。切勿食用便利店中那些含糖量高的甜面包等。接下来是肉类的正确食用方法。关于肉类的意见分歧很明显。根据作者所研究的200本书籍中，支持食用肉类的约占65%，反对一方约占35%。支持食用肉类的主要观点是因为肉类中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和矿物质。人类从狩猎采集时代起就是肉食动物，因此肉类是理想的食物。另一方面，反对的一方认为肉类中可能存在着致癌的物质，而且人类在狩猎采集时代也食用了谷物，因此摄取植物性食物比肉类可能更适合。这2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考虑到这2种观点，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选择肉类食物时，首先要选用优质的肉类，注重养殖的环境和品质。其次，应意识到鸡肉、猪肉、牛肉的健康效果较高，选择鸡胸肉、瘦牛肉或瘦猪肉等少油部位较为理想。有研究表明，食用肉类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如果对此类反对观点有所顾虑，可以考虑减少肉类的摄入量，并仔细观察个人的健康状况。接下来是鱼类的正确食用方法。关于鱼类的书籍中，
支持鱼类对健康有益的意见高达90%左右。反对食用鱼类的主要观点通常涉及汞的影响。大型鱼类中汞的含量较高，因此建议选择汞含量较低的小鱼为主。此外，积极食用富含 EPA 和 DHA 的青鱼，如青鱼、鲈鱼、秋刀鱼、鳗鱼和金枪鱼也是不错的选择。关于鱼类加工食品，尽管是加工过的，但实际上营养价值的变化不大。因此，如果觉得烹饪鱼类比较麻烦，可以考虑使用鱼罐头等加工食品。最后是蔬菜的正确食用方法。关于蔬菜的书籍中，有超过95%的书籍认为蔬菜是对人体有益的。可以说，蔬菜是最为强大的食物之一。尤其是像西兰花、菜花、卷心菜、大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以及菠菜和胡萝卜等绿黄色蔬菜，被认为对身体十分有益。因此，建议以这些蔬菜为主食，积极根据季节选择适合的蔬菜食用。此外，对于根菜类蔬菜，由于其含糖量较高，建议在与其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平衡上进行注意合量的调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